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聊 iPhone 中的电话 App。这一集呢，也算是对我比较挑战了啊，实在没有什么电话 App 的历史可以挖，所以呢，我也是像这个测距仪那期一样的啊，跟大家去简单的过一下电话 App 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和一些使用要点吧。我们一起来温故而知新，看看有没有这个之前你不知道的啊。如果有我没说到的，也欢迎各位在下面这个评论区留言补充，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对于电话 App，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你要知道电话 App 是一个整合了通讯录 App 的东西啊，所以当你去想找一个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两个办法可以找的，一个是在通讯录 App 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电话 App 当中。那基本上在电话 App 下面有5个按钮啊，第3个也就是最中间的那一个，你注意这5个按钮的排列啊，它不是1、2、3、4、5这样的重要性的排列，而是1、2、3、4、5，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按钮它往往会排在正中间的那个位置。所以说通讯录是排在正中间的。在电话 App 当中，你如果选择正下方的那个通讯录按钮，那么你看到的界面其实和你直接打开通讯录 App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按钮下面，你可以回看我通讯录的那一期，在这个按钮下面有那一期讲的所有的内容。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聊的啊。那第二个想聊的呢，就是语音留言啊，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应该3大运营商都已经开放了针对 iPhone 的语音留言了。早年第一个开放的应该是中国移动啊，那后来联通也开了，电信应该也是开了的。广电有没有开我不确定啊，这个哪位如果是用广电的可以评论告诉我们一下。但就像我说的中国的语音留言呢有2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全民不待见这个呢你说因为微信也行，但是其实是有点冤的。我有一期节目聊过，因为中国是直接跳过了这个从固定电话向移动电话转型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它是有很长的固定电话的使用时间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语音留言的需求。那这个需求呢养成了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即便是在移动电话上，它也习惯于使用语音留言，这个大家在一些国外的影视剧当中都有频繁的看到过。但是基本上在中国哪怕是中国的影视剧，你也不太会看到有会用语音留言的这些桥段，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直接从固定电话一下子就很快的1年2年就跳到了移动电话，所以没有养成这个用语音留言的习惯，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因为为什么近2年才刚刚各大运营商开通 iPhone 的语音留言呢？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各大运营商都在主张一些他们自己的语音留言系统，而且这些语音留言系统往往主打一个智能语音助手这么一个需求。这个语音助手跟 Siri 不一样它是运营商在运营商的这个后台帮你开放的一个智能的机器人去帮你接电话。移动和电信我不敢确定，但是因为我国内是用联通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开通这个联通的这个什么语音小秘书这种东西，1个月5块钱好像是。那么当你来了电话没有接到或者挂断的时候，它后台会自动的去用你选择的一种音色来去一个机器人就启动了来跟对方说话。如果你选择的音色跟你自己比较像的话，可能大概率会骗过一些人的。那如果说你不这样做的话，你选择录一段
自己的语音，比如像国外一样说，哎，我是谁谁，现在我不方便接电话，有事情请留言。你放心，没人会给你留言的。但是由于我当时选择了这个自动语音助手，我不接的时候，对面有个机器人，也是个男性的声音，然后直接说，喂，你有什么事儿？然后对方就会被骗过，以为是真的我接了，然后他就会啪啪啪啪啪啪说一大堆。然后呢，这个联通的机器人会根据他说的内容进行一些回复，然后最后说啊，我会通知主人的，可能那个人对面那个人才醒悟过来。那对于我来讲呢，我在回看的时候，我能听到整个这个人和机器人的对话，以及如果你登录这个叫什么联通语音助手的微信小程序，它还会帮你把机器人和真人的对话直接转换成文字啊，方便你去查阅和阅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玩吧，对吧？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同样是联通的用户，你们可以试试看。电信跟移动的用户呢，你们自己开发一下啊，这个我不确定，也欢迎大家知道的在下面留言。那这个是国内 iPhone 的语音留言的相关的功能，也就仅此而已了。我觉得能用一用还是蛮有趣的哈。那拨号键盘这个没什么了，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拨号键盘可以复制粘贴，也可以通过拨号键盘去直接添加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然后我们聊到这个最近通话哈，最近通话它往往是列出了打出和打入的电话。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如果你特别你用的是中国大陆的行货的话，因为没有这个 Call Kit 的支持，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叫即时通信软件也基本上只有微信了，所以在最近通话当中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能够看到一个是去电，一个是来电，而往往大部分粗心一点的用户呢，他也不会去区分哪个是去电，哪个是来电。那往往来说，他想给一个人打电话，他觉得哎，刚刚跟他通过话，那你就到最近通话当中去找，只要找到这个人，点一下就好了。他也不会去看这个人的名字的下方，它的标志是往外指的箭头还是往里面指的箭头。一般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大部分的顾客，他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如果你用的不是国行，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使用 iPhone，因为当然，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到中国大陆看到大部分中国人离开了中国大陆，还是在用微信，那对你来说也没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很多其他的第三方的即时通讯软件的话，那又不是中国大陆的行货，它会整合到你的就是其他的聊天软件的通话历史记录，会整合到你的最近通话里面。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得不去看一个人名字的下方，他写的到底是通过什么 app， 通过什么方式，是去电还是来电。其实这里面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张三，他可能是通过 WhatsApp 给你打入了一个这个语音电话，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他又通过普通的电话给你打入了一个，然后你呢又通过直接用 FaceTime 音频的方式给他呼叫了一个。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的最近通话里面会出现3个张三的名字，但是你如果只看名字，你只会觉得反正就是找他们，点他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足够严谨，在一些比较正式的社交场合，你是要去选择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回复这个人的。你是希望用 FaceTime 音频再打过去呢？你还是用普通电话打过去呢？你还是用 WhatsApp 音频打过去呢？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在最近通话当中去做细分和详细的选择的。那由于这个字呢又比较小，也不是黑色的，而是灰色的，附着在人名的下方，特别是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上年纪的这个客户，他基本上也就不看，反正大部分的上年纪的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老花眼看不清，这个是一种感觉占领了道德高地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老花眼看不清，所以我就没错，我就是对的，就这种感觉。这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你如果想要好好的用这台设备，因为
虽然手机是你手中的一个设备，但是当你利用这个手机来去联系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其实你要打交道的是对方的那个对面的那个人。这就是我们一直说，在商务场合你一直用微信发语音，其实大部分的场景下是不太礼貌的，就是这个原因。那因为语音很多时候人家对方只能听，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方便去听电话，或者把你的声音播放出来啊。如果都是退休的老头老太，那你可以随意一点啊。但是特别是在这个正式的社交场合，基本上我们就不太希望用语音来去交谈。这就是为什么在 iMessage 的语音功能，它会给你加入，如果你说的是语音，它会自动的在下方给你把文字翻译出来的原因。那也就是为了方便双方嘛。那所以如果你是有多种这个聊天的需求的，那我觉得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啊。那最后一个就是个人收藏了，很多人是没有用到个人收藏的，但其实，把重要的家人和工作上的朋友放到个人收藏里面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相当于置顶嘛，它不会随着你的通话记录去淹没下去。但是需要注意一点是，个人收藏现在一个联系人下面是有多种联系方式的，所以当你选择把一个人添加到个人收藏里面，你要精细的选择你要添加这个人的哪一种联系方式，那这个需要注意。你甚至可以在个人收藏里面把同一个人添加5遍到6遍，因为他的联系方式不一样，也就是那个人名下面的灰色的小字不一样，你必须仔细的去看，才能够正确的区分，好好的进行社交和聊天。好，那我想这个就是电话我目前能够想到的一些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功能，我们一起查漏补缺，也欢迎大家我没讲到的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这期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